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上一次呢，跟大家分享了非常独特，头上顶了一把雨伞的束角兜哦。束角兜它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兜虫家族。那也有许多的留言跟私讯说想看不同的束角兜。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有3种不一样的束角兜哦，都是束角兜这个属 Glofa 这个属，不过里面的种类不一样。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些种类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来相亲，我们都帮他找好了母虫，希望呢能交配顺利，然后繁殖下一代哦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对新人哦，而且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一次有出现过的大雨伞束角兜，大雨伞束角兜啊，痛痛痛！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公虫，头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雨伞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一只公的大雨伞束角兜公虫哦，它已经成熟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尝试看看它们会不会顺利的交配哦。那我们就请它上来咯，请公虫母虫来相见欢哦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就抓它头上这个雨伞，然后轻轻的放到这个母虫身上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公虫有没有意愿。哦，已经顺利的配到了，哇，已经顺利的配到了，超级赞！再来呢，我们只需要静静的把它放在旁边就 OK 了，把它放在旁边，它们非常的对眼，很快就顺利的交配到，真的很棒啊，很棒！恭喜我们第一对的大雨伞束角兜顺利的相亲完成。再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束角兜里面的大巨人，它是体型最大只的束角兜，可以超过10公分哦。而且它的头上顶了一个非常高的天线，可以说是束角兜里面的代表哦。那我们就马上欢迎束角兜家族里面最大只的一个种类哦，它叫做波特瑞长臂束角兜哦，它的手臂也非常的长。那我们就马上来请它出场。好，我们的波特瑞长臂束角兜呢住在这里哦。那为什么要住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呢？为什么要住一个这么大的箱子呢？因为它头上有一个非常长的天线。如果不住很大的箱子，它很容易把它自己的天线给撞断哦。来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头上这个天线？超级的长哦，超级的长。我们请它到这个木头上一下，给大家欣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天线。哇，不得了！它头上这个天线呢，是它最有特色的一个代名词哦，束角兜里面的代表，而且它是这个体型最大只的一个种类哦。看一下这个大小，相当的大只哦。比我们开挖的大雨伞要大上了不少。大雨伞呢，大概是6公分到7公分之间。这一只呢，是可以超过10公分的大型束角兜哦。大型束角兜。现在一样，我们要来让公母来交配。那母虫呢，也是一只黑噜噜的哦，它现在正在吃果冻，有没有看到？埋头苦吃，整个头塞在这个果冻里面，大口的吃果冻哦，也代表说它已经非常的成熟了。它非常成熟了。这只呢，就是一只公的波特瑞公虫。那我们一样让公的去闻到这个母虫的气味哦，看一下公的有没有意愿现在来交配。好，在这2对束角兜培养感情的时候，这只大雨伞已经交配完成了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兜虫，我们这样看着交配的好处就是，我们可以确认到公虫母虫有没有顺利的结合，有没有顺利的交配成功。波特瑞还在努力，然后大雨伞交配完成。现在我们有请第3种束角兜登场哦，束角兜登场。第3种束角兜呢，它也是比较小型的，跟大雨伞的体型非常接近。不过呢，它头上不是一个雨伞哦，它头上反而比较像是波特瑞，像这个大型的波特瑞是一个长长翘起来的天线哦，非常可爱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第3种束角兜登场，它叫做爱琴海束角兜。哇，听名字就相当的浪漫哦。来看一下，这只呢叫做爱琴海束角兜，爱琴海束角兜。那可以注意到，我们从侧边看最明显，它头上呢不是一个雨伞，而是一根天线哦，那它的体型呢跟大雨伞非常接近哦，不过呢，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这个天线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它的这个身体啊，末端会有一个黑色的渐层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有质感哦。这一只呢叫做
爱琴海束角兜，很酷哦。束角兜家族里面有形形色色的表现，这一只呢是爱琴海束角兜。那这只的母虫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刚刚无论是大雨伞或是波特瑞，它的母虫整只都是黑噜噜的。那爱琴海束角兜它母虫蛮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来看一下这个母虫。这一只母虫，它身上鞘翅其实是带有这个橘色的，带有橘色的。那它的母虫呢，也会有不同的表现，也有全黑的，那有的呢会有身上有橘色的这个斑块。请我们的爱琴海束角兜也登场哦，让它来跟这个公虫相见一下，跟公虫相见一下。好，先请它起来。上来以后，我们就把公的呢，来轻轻的就放在母虫的这个身上哦，让公虫的触须可以去闻到母虫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哦。我们现在呢，桌上就有3对束角兜，一对已经完成交配，另外2对呢正在培养感情哦。我们第1对的这个大雨伞束角兜已经结束了，完成啊，这个是最顺利的一对哦，最顺利的一对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饲养束角兜要注意的地方。幼虫的饲养呢，算是蛮单纯的，比较麻烦的呢是这一只波特瑞束角兜哦，因为它太大只，而且它的天线太长了，所以比较容易发生天线不小心去折到歪掉的情况哦。这个是饲养幼虫里面这只波特瑞是比较特别注意的，容器一定要够大，空间要足够它做完勇士，而不把它的天线给压歪哦。束角兜它们的成虫寿命其实都还蛮短的，大概只能活2到3个月，久一点呢就是大概4个月。寿命以斗虫来说算是相对很短的哦。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公虫打架？它可以用这个脚这样，直接把它往上顶哦。所以在它们确认已经成熟，公母都已经开始吃果冻以后，就可以尽快的让它们交配，然后来生蛋。好，超赞的！我们的波特瑞束角兜也已经顺利的交配到了哦。这只公的呢，也算是蛮大型的公虫哦，头上这个天线超级高的哦，看到都会觉得会不会不小心折断的感觉哦。顺利的交配到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，我先把它放在旁边，等它们自然分开以后呢，就可以把母虫拿去投产，让它们繁殖下一代哦，让它们繁殖下一代，超赞超赞！今天呢，同时跟大家分享了3种束角兜。首先登场是我们上次开挖的大雨伞束角兜。然后呢，有这个非常大型、非常巨大的束角兜里面的代表的大巨人，它叫做波特瑞束角兜，它的这个腹节也非常的长，所以呢，也有人叫它波特瑞长臂束角兜哦，长臂束角兜。第3种呢，它同样也是稍微小型一点，体型跟大雨伞非常接近，不过它头上不是雨伞，而是一个天线。另外呢，它身上的这个颜色呢是有黑边，然后有黑色一点点渐层上来，颜色呢算是特别的精致哦。它叫做爱琴海束角兜，爱琴海束角兜。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3种束角兜，我们就继续观察一下它能不能顺利相亲成功哦。那下一步就要来帮它们繁殖，跟大部分的兜虫一样，兜土压紧以后就可以顺利的生产。等开挖产房的时候呢，再跟大家分享它究竟生得好不好哦。那今天束角兜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超级独特的束角兜就是 Glofa 家族里面的3个种类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